姑娘，这里是14栋1单元吗？我被这突然出现的声音吓了一跳，回头看去，才发现是位大爷正站在我旁边。他佝偻的姿势抱着一个破旧的箱子，而透过箱子的缝隙里，我竟然看到了一只眼睛。一瞬间，我愣怔在原地。哎，那是什么？为什么要装在盒子里？我僵硬地指了指电梯旁的楼台。谢谢姑娘。他依旧咧着嘴，笑眯眯地看着我，那浑浊的眼睛四处打量着。电梯到了，就在我刷卡按楼层时，他也走了进来。我缓缓地靠向电梯的角落，余光也一直在观察着他。然而随着电梯的上升，他却迟迟没有刷电梯卡，也没有去按任何楼层。我心里越发觉得不安起来，忍不住还是问了出来：大爷，你是去哪一层啊？是不是忘记刷卡了？哦，我去1704送个东西。说着，大爷拍了拍怀里的盒子，他沙哑的话语让我感到冷汗直流。我僵硬地转过头，不再搭话，因为1704就是我家。我确定我根本不认识他，而且看他的样子也不是快递员，那为什么要给我送东西？眼看着电梯一层一层的上升，17层离我越来越近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电梯缓缓打开，他先一步离开了电梯，我慢慢地跟在他的身后。可我并不确定他的目的是什么，所以我还不敢回家，只好躲进了一旁的消防通道。很快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，让我不自觉地有一种莫名的紧迫感。有人吗？我不敢想象，如果我直接贸然回家会发生什么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声音渐渐消失，周围也是一片寂静。我悄悄探头向外看去，走廊外确实已经没有人了。我微微松了一口气，立马快步走到了家门口。然而，就在我开门的瞬间，一阵摩擦声传来，刚才那个诡异的盒子竟然就在我的脚下。我既好奇又害怕，紧张地蹲下身子仔细查看。这时我才注意到，箱子的侧面竟然就写着2个字：芊芊。这不是我的小名吗？就在我疑惑间，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阵脚步声。你就是芊芊吧？可就在我关门的时候，他却一把将门拉住。你一定要收下，一定要收下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把盒子扔进了屋里。但好在我把门及时关上了，因为惯性，我直接摔倒在地上，手也不小心直接压到了盒子。原本老旧的盒子一下被我按了个窟窿，手也顺势伸了进去。我摸到了盒子里的东西，它的触感软软的，就好像……我吓得抽出了手，可一个颜色老旧的玩偶掉了出来。这是什么？我有些疑惑地看着眼前的玩偶。这时我注意到玩偶的手上还紧紧地攥着一张纸条：芊芊，生日快乐。这是爷爷写的。喂，芊芊啊，今年过生日来爷爷这里吗？不要去，那里没有好玩的。爷爷今年还给你准备了礼物呢。我要海绵宝宝，海绵宝宝。我发疯似的跑出了房间，在电梯前拦住了那名大爷。芊芊，这是你爷爷让我代交给你的。可那个家伙没告诉我你住在哪儿，本想在那年你爷爷葬礼的时候拿给你，可你走得太急了，还没来得及给你。但好在啊，现在终于找到你了。楠楠，快醒醒，这地方有问题。我睡眼惺忪地朝小燕看了一眼，然而就是这一眼直接把我吓了一个机灵。只见小燕惨白的脸上全是泪痕，惊魂未定的她全身还在不停地颤抖，显然一副惊吓过度的模样。她把声音压得很低，好像隔壁有人在偷听一样。你记不记得我们白天在2楼窗台看到的那个女人？我当然记得。这次出来玩，我和小燕订了这家深山里的民宿。出来迎接我们的是一个慈祥的老太太，她告诉我她就是这所民宿的房东。交谈间，我有意无意瞥见2楼窗台边坐着一个脸色苍白的女孩，那女孩约莫20岁左右，一头乌黑的长发让她显得楚楚动人。性格活泼的小燕也看见了女孩，她热情地向女孩挥了挥手，算是打招呼。可是那个女孩似乎并不欢迎我们，她没有任何回应，只是安静地看着我们。房东太太见状，连忙解释道：这是我的大女儿，她在这深山待惯了，性格有些孤僻，你们不用管她。说完，房东太太便让我们去登记住宿。来到2楼房间，我一头就扎进了浴室，
舒舒服服的洗了个热水澡后，我被一股强烈的困意席卷全身。当我被小燕吵醒时，已经过了午夜。看着小燕惊慌失措的样子，我再也没有了睡意。到底什么情况？你别急，慢慢说。小燕闭上眼睛，深吸了2口气，努力克制住恐惧的情绪后，才缓缓开口道：刚才我肚子饿，想要去楼下厨房找点东西吃，结果回来的时候，我看到白天那个女孩还在那个位置。我和她说话，她也不理我，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儿，就凑了上去。但是就在我触碰到她的身体时，我发现那女孩不仅身体僵硬，就连体温也不正常。你说这大夏天的，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，怎么可能一点体温都没有啊？小燕哆哆嗦嗦地把事情说了一遍。对于她刚才的所见所闻，我并没有第一时间下结论，毕竟2个女孩子身处在完全陌生的地方，更何况这里地处偏远，手机信号也差，多个心眼总是没有坏处。过了好久，等小燕情绪渐渐稳定下来后，我轻声安抚道：你别担心了，我出去看一眼。走出房间，我一眼就看到了那个女孩。女孩确实就坐在白天那个位置，趁着一阵风吹过，我借口有点冷，想让她帮忙关上窗户，可是女孩却依旧纹丝不动地坐着。无奈我只能快步走上前去关上窗户。可就在我转身的时候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因为走廊灯光昏暗，我一个不小心撞到了女孩，然而她就这么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。我来不及想太多，急忙向她道歉，并伸出手想要将她扶起来。可当我触碰到她手臂的瞬间，一股强烈的恐惧感便油然而生。那女孩的手实在是太冰了，正如小燕所说，这根本不可能是正常人的体温。借着走廊上的灯光，我凑近女孩看了一眼，只见女孩整张脸上虽然盖着一层厚厚的粉，但还是盖不住原本的青灰色，薄薄的嘴唇也是毫无血色。然而更夸张的是，此刻被我撞倒后，她不仅没有任何表情，甚至就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。我颤抖着将手伸到她的鼻子下面，几秒钟之后，我彻底愣住了。这个女孩根本不是人，而是一具尸体。当我条件反射就要惊叫出声的时候，楼梯上传来了一阵脚步声。我们就住在2楼，小燕在房间里，根本不可能走楼梯，那只能是房东太太了。或许是刚才女孩倒在地上发出的声音吵醒了她。接着我脑海里产生了一个念头，我不能让她发现我在这里。当一个人被逼到绝境时，自己的潜能必定会被激发出来。我一咬牙，闭着眼睛扶起地上的尸体，并把它恢复成原来的样子，然后一闪身就躲进了旁边房间的床底下。随着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我的心也跟着越跳越快。我拼命祈求上天千万别让房东太太发现我。房东太太进了房间，绕着走了2圈。就在我以为她要离开时，突然她的脸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我面前。我从来没想过住个民宿会遇到这么恐怖的事情。房东太太的脸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我的面前，那斑驳的皱纹和浑浊的眼睛在微光的照耀下透着一分诡异。你在床底下做什么？她苍老的声音带着丝丝凉意。你吓到我了。我从床底下爬出来，故作淡定地说：刚才我听到这房间有动静，以为是老鼠，忍不住进来瞧瞧。我知道我的借口有些牵强，房东的眼睛正死死盯着我，他突然凑近我，声音充满了令人浑身发毛的黏腻感。小姑娘，胆子太大可不是什么好事。我僵硬地冲他点了点头。房东突然咧嘴笑了一下：山里寒气重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我忙不迭地点头，向门外快步走去。尽管我没有回头，却依旧能感觉到房东还在盯着我。刚走出房间，我发现那具女尸竟然凭空消失了，猛地收住了脚步，心里的恐惧一浪高过一浪。身后，房东突然开口：这个是老房子啦，晚上千万不要乱跑。他的语气里尽管带着一丝笑意，可我脊背却阵阵发凉。我打了一个激灵，快步跑回房间，用力锁好房门，戒备地看着门口。小燕一脸茫然地问：娜娜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强压下心底的恐惧，催她赶快收拾行李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们看到的那个窗前的姑娘根本不是人，是具尸体，凶手很有可能是房东。更可怕的是，他好像知道我发现了这个秘密。我颤抖着声音说。小燕紧紧抓着我的胳膊：娜娜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离开这里，越快越好。小燕险些哭出来，咬着嘴唇点了点头。和小燕收拾好行李后，我竖起耳朵不停地听着外面的动静，直到1楼传来踢踏的脚步声和隐约的哈欠声，紧接着是开关门的声音。他应该睡下了。我压低声音对小燕说。小燕和我对视一眼，我蹑手蹑脚地打开门，小心翼翼地提着行李走了出去。我们不约而同放轻了脚步，生怕惊动房东。终于到了1楼，前台近在咫尺，房东并没有坐在那里。我暗暗松了一口气，拉着小燕直奔门口。突然间，一个人迎闪了出来，挡在了门口。你们是想退房吗？一个陌生又沙哑的女声突然响起，我和小燕都吓了一跳。看到她长相的时候，我的眼睛瞬间瞪大，恐惧已经达到了极限，因为
眼前的女人和窗前的那具尸体长得一模一样，她正似笑非笑地看着我。我偷偷打量着她，并没有说什么，猛地拉着小燕就往楼上跑。你们不是要退房吗？跑什么？难道我会吃了你们不成？女人阴森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，就像是催命的符咒。紧接着，女人也追了上来，她的狞笑一直在耳边回荡。我不敢有片刻的停歇，发了疯似的跑进一个房间。就在我准备锁门的刹那，一只手用力抵住了门板，那双邪恶的眼睛死死盯着我。不是告诉你们不要乱跑了吗？女人力气大得惊人，门缝一点点变大。就在我以为自己会成为她的盘中餐时，女人突然爆发了一声惨叫，紧接着将手抽了回去。是小燕。他用拖把砸在了女人的胳膊上。就在此刻，我赶紧关门反锁，又将沙发抵在门上。我们瘫坐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喘着气。门外的女人依旧在疯狂地叫嚣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会有人死而复生吗？我却突然反应过来一件事，不对劲，这个声音怎么和房东一样？明明已经死了的女人却疯狂追了上来，她的狞笑一直在耳边回荡。我拉着小燕发了疯似的跑进一个房间。就在关上门的刹那，一双邪恶的眼睛死死盯着我。不是告诉你们不要乱跑了吗？门砰的一声被关上，缓了许久，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，不对劲，这个声音怎么和房东一样？我压抑的哑着嗓子继续说，在楼下时，我还看到他手里捏着一把刀。小燕浑身一凛，我们不会死在这里吧？我赶忙拿起手机想报警，但是手机显示无信号。拿着手机在房里绕了一圈，最后打开窗户，身体探了出去，终于拨通了报警电话。门外女人不停地咒骂着，砸门声也变成了戾气的破门声，门上甚至有木屑掉下来，门板被她砍得摇摇欲坠。小燕吓得捏紧了我的手臂，瑟瑟发抖。我也控制不住的想哭。就在这时，角落里一个衣柜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我们把衣柜挪过来，或许还能抵挡一阵儿，为警察的到来争取时间。小燕点了点头。衣柜很沉，我和小燕吃力地拖拽着。突然，衣柜朝一个方向倾斜，我和小燕还来不及反应，门一下子被打开了，紧接着有人一头栽了出来。我和小燕吓得惊呼，定睛一看，竟然是房东太太。此时的她脸色铁青，双目紧闭，身体早已经僵硬，她已然没有了气息。我的脑袋乱极了，那门口的女人到底是谁？这个民宿里到底还有多少秘密？我还来不及多想，门砰的一下被砸开了，女人提着斧头翻了进来，得意地站在我们面前。我和小燕拿着拖把和椅子，胆战心惊地与她对峙着。女人不经意看到了房东的尸体，突然眼眶通红，放声大笑。这都被你们发现了，你们去死吧！说着，她猛地举起斧头向我的头上劈来，我一个退后躲过了她的袭击。可女人根本不想放过我，斧头再次朝我的身体砍过来。我举起拖把防御，斧头一下子将拖把砍断。我吓得惊呼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去死吧！女人狠狠地向我劈来，情急之下，小燕举起椅子砸在女人的头上。女人吃痛，转过头愤怒地看向小燕，然后晃荡着身体朝小燕走去。小心！我尖叫着提醒小燕，然后将手里的木棒砸向女人的脑袋，直接在她的额头留下了一个口子。女人伸手去擦额头的血渍，小燕趁机再次狠狠砸向她的头。女人的身子终于软软地倒在地上。随后，我和小燕合力将她绑在椅子上，直到警察的到来。她还一直在昏迷。女人清醒后供述了全部案情。女人和房东是母女，她还有一个双胞胎姐姐，两人几乎长得一模一样。母女三人一直相依为命。也就在前天，姐妹俩闹了矛盾，生性敏感好胜的妹妹一直嫉妒姐姐的优秀，失手杀死了姐姐。而这一幕又恰巧被妈妈看到，在妈妈劝她自首的时候，她气愤于妈妈偏向死去的姐姐，于是她又对妈妈动了手。回过神来后，妈妈和姐姐已经再也没有了呼吸。她很后悔也很自责，甚至导致她严重精神分裂。凭借她很好的化妆技术，经常扮演起着不同的角色，可能在她的世界里，她的家人还都在吧。而自始至终，我和小燕面对的都是同一个人。你搭车时遇到最可怕的事是什么呢？劫后余生的我，现在想起还是惶惶不安。写完手上最后的 PPT， 我打着哈欠离开了办公楼。爸爸早已经等候在门口，疲惫地上了爸爸的出租车。困意渐渐向我袭来，我闭上眼睛打盹，猛地一个急刹车，我吓了一激灵。突然间，车窗外出现一个黑影，整个人几乎贴在玻璃上。车灯下的他戴着黑色的口罩和一副眼镜，五官被挡住了大半。哎呀，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突然跳出来拦车，把你撞到怎么办？爸爸生气地质问男人。不好意思，我朋友喝多了，我想送他回家，可惜这里不好打车。大哥，你能不能捎我们一程？太晚了，车打烊了。我对男人说。男人此时才留意到副驾上的我，两束冷冷的目光射向我，我被他看得有些发毛，不自觉地挪了挪身子，把眼神转向另一边。大哥，行好吧，我多加钱行吗？给你3倍车费。男人冲着爸爸不停作揖。
那行吧，你赶紧把他扶上来。爸爸妥协地说。下一秒，男人打开后车门，然后快步走到路边的大树旁，费力地从树后抱出一名瘦高的男人。爸爸见他有些吃力，下车准备帮忙。我一个人就行，我朋友不喜欢外人碰他。我留意到男人怀里的朋友脑袋低垂着，手也是无力地垂了下去，一副完全没有意识的模样。这是把酒当水喝了吧？我爸在旁边说着，男人先是把朋友塞进后座，紧接着也钻了进来。朋友身子向前倾斜，险些跌倒。我本能的伸手想要去扶他，却被男人用力把手拍开。不需要。男人阴沉的警告我，我的手背瞬间火辣辣的疼，怒气嗖的冒了出来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不识好歹。”男人并没有搭理我，只是死死压着朋友。我偷瞟了朋友几眼，他脸色发白，双眼紧闭，从始至终没发出任何声音。车子一路前行，走出一段距离后，我的脑袋轰的一下，额头渗出冷汗。车窗明明是关着的，可车里没有一丝酒精的味道。这个朋友从上车到现在一动不动，甚至连呼吸声都没有。他不会是死了吧？这个念头把我自己吓了一跳。我再次把目光投向男人的朋友，他依旧头低垂着，眼皮动也不动。男人似乎感受到了我打量的目光，猛地看向我。我心虚地吞了吞口水。男人挑了挑眉毛，解释道：“我这朋友酒量不好，喝醉了睡得就像死猪一样。”我透过后视镜望去，那人的口鼻一直扎在男人的肩膀上，难道不怕窒息吗？就在我疑惑间，一只野猫莫名从路边窜了出来，爸爸直接来了一脚急刹车。我的旁边突然窜出一个人影，是后座的那个朋友。爸爸的所有注意力都在那只野猫上，不高兴地咒骂了几句，而我却清晰地看到朋友的嘴角里有血淌出来，惨白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。男人将朋友扯了起来，我的脸瞬间煞白，这个朋友竟然没有呼吸。我现在100%确认他是一具尸体，恐惧让我的心脏快要跳了出来。我该怎么办？装作视而不见，还是想办法报警？我小心翼翼地将手机摸了出来。你想干什么？一道阴狠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，我的手机直接被夺走了。你知道了对吧？男人眼神看向那具尸体。什么？我下意识地否认。不用跟我装傻。男人突然掏出一把匕首，直接抵住了我的喉咙，我吓得浑身颤抖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旁边的爸爸已经停下了车。别伤害我女儿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。爸爸紧张地开口。要想让她活命很简单，不许使其他任何花招，把车往郊区开。爸爸点了点头，再次启动车子。期间爸爸也在找各种话题聊着天，想着缓解下凶手的戒备。被匕首指着脖子的我感觉糟透了，我的眼泪自始至终没有停过，身体抖成了筛子，却不敢发出一点声音，生怕惹毛了男人。行驶的路越来越偏僻，我的心狠狠地揪成一团，期盼着能有人来救救我们。不远处路口突然出现了一道道强烈的光束，是几个交警站在光里，手里还拿着红色的棒子，应该是查酒驾的。我的心霎时平静了不少。男人看到这一幕，瞬间慌乱不已，嚷着让我爸停车，推开车门落荒而逃。我和爸爸劫后余生，许久都缓不过神来，直到警察找我们录口供时，我的大脑依旧一片空白。男人很快被捉拿归案。据他描述，男人失手将朋友打死，害怕事情败露，就打算抛尸荒野。遇到我们之前已经背着死者走了3、4条街了，在他没力气时，恰巧看到爸爸的出租车。如果你莫名其妙觉得哪里不对，请相信自己的直觉，那一定是有问题。那天本想着在家对面的商场里随便逛逛，然而就在我刚走进商场没多久，一个长相清纯的女孩就迎面朝我走来。看着她笑容满面的样子，我也不好意思地对她笑笑以示礼貌。殊不知正是因为我这一笑，似乎让女孩找到了突破口。只见她一脸谄媚的样子凑了过来。女士你好，我是楼上美容店的，现在我们店里正在做活动，可以为你免费做一次皮肤保养，有兴趣了解一下吗？出于对推销行业的抵触，我几乎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女孩。但是我的不悦并没有让女孩放弃，她干脆直接挽起我的胳膊，装作很亲密的样子，嘴里还一直喋喋不休。姐，你可以先跟我去店里看看，了解一下，不耽误时间的。虽然女孩的举动让我心生厌恶，但我还是尽量保持着微笑，耐心地告诉她我不需要。或许是感受到了我的不悦，女孩突然转过脸，楚楚可怜地对我说：“姐，我刚毕业，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份工作，你就当帮帮我吧。”听她这么一说，我收回了正要迈开的脚步，看着面前这个对陌生人低声下气的小女孩，而且在这人来人往的商场里到处都有监控。想到这里，我心里一软，便跟着她走到了电梯前。在等待电梯的过程中，我突然有了一种不安的感觉，鬼使神差地问了女孩一个问题：“你们家店叫什么名字？”女孩几乎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：“进电梯了，我再跟你讲。”就一瞬间，那种不安感更加强烈。我蹙了蹙眉，在我的一再要求下，他最后还是说出了店名。当着他的面，我装作若无其事地拿出手机悄悄查了一下，然而不查不知道，看着手机上查无此店的信息，我心底一片冰凉。这里根本没有女孩口中所说的那家理发店。事情发展到这里，我如梦初醒般看向女孩，此时女孩已经走进电梯里了。她
他用一只手按着电梯的开门键，拼命招呼我赶紧进去。看着眼前这个人畜无害的女孩，我整个人只感觉浑身汗毛倒立，头皮发麻。看我愣在原地半天没有反应，女孩忍不住再次催促道：“快跟我走啊，小姐姐！”说完，她还朝我眨了一下眼睛，看着女孩微微上扬的嘴角，仿佛周围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扭曲了，就连她脸上甜美的笑容此刻也显得越来越狰狞。我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，对她说：“我不跟你去了。”突然有点急事儿。然而还没等我把话说完，那女孩突然一改之前热情奔放的态度，用犀利的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我，同时阴森森地开口道：“姐姐，你是害怕了吗？这里可是商场。”说完，女孩竟然放下了按着开门键的手，看着缓缓关上的电梯门。一时间，我根本无法从深深的恐惧中解脱出来。只要一想到女孩最后那抹意味深长的笑容，我的双手就会不自觉地颤抖起来。如果不是因为我多嘴问了那个问题，如果当时我没有多个心眼用手机查信息，如果我就这么跟她进了电梯，这么多的如果加起来让我细思极恐。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以恶意去揣测陌生人，不是善良不值钱，而是人心难猜测。我感觉当时差点就没命了。事情的起因是因为我点了一份外卖，那天我和往常一样在总吃的那家外卖店下了单，随后便窝在沙发上一边刷着手机一边等着外卖。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，门外便响起了敲门声。外卖。因为实在太饿了，我迫不及待地起身去开门，把门缓缓打开了一条缝，透过门缝看到一个身穿红色衣服的外卖员，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然后就赶紧挪开。那一瞬间让人感觉挺不舒服的。您好，您的外卖。他透过门缝把餐递了过来，我小声地说了句谢谢后便接过了外卖，随手就关上了门。在检查完外卖小票和封口贴后，便开始聚精会神地拆着包装。然而就在这会儿，敲门声又突然响了起来，因为没啥心理准备，就被吓得一个机灵。随后我不悦地大声喊道：“谁呀？”不好意思啊，刚刚有一瓶赠送的饮料忘记给你了。听到还是刚才那个外卖员的声音，我也微微松了口气。来了。门再次被我打开了一条缝，接过了饮料。然而就在我接过的瞬间，手上传来的感觉让我明显意识到重量的异常。我又仔细看下了瓶口，明显是已经被人开过的痕迹。我顿时起了警觉之心，第一时间我就想赶紧把门关上。可就在这时，一股强劲的力道从手上传来，我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，一个人影也瞬间闪了出来。我惊慌的如同冷水浇身，本能的大喊起来：“你干嘛？别过来！”我大声的呵斥着，想借此把他吓走，可他对我的话充耳不闻，依旧蛮横着想冲进屋子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大声的冲着楼道外喊着，希望能引起周围邻居的注意，泪水溢满了眼眶。此时的我害怕极了，由于力量的悬殊，我眼睁睁看着他闯了进来，随后又看到他从身后掏出了一把刀。我咽了咽口水，慢慢往后退着。你想干什么？要钱还是什么？我颤抖着冲他大喊。一阵轻笑声传来，面前的门正在缓缓关上，我瞬间如坠冰窖，门如果被彻底关上，我就死定了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你在干什么？一道声音从门口传出，顺着视线望去，竟然是隔壁的邻居大哥，泪水早已经溢满了脸。听到这声音，他似乎也慌了，顿时冲出了屋子，仓皇逃走。后来在邻居的协助下，我们报了警。警察很快根据我们提供的信息把他逮住了，但这件事让我至今心有余悸，所以不要随意给陌生人开门，一定要记住，不管是外卖还是快递，确定带他离开后再去拿取。我家的衣柜里居然藏了一个陌生男人。这天又是加班到凌晨，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往家门口走去，本想着到家了可以好好休息下了。和往常一样，我掏出钥匙准备开门，然而钥匙转到最后就总是卡在那边，好像有人在里面故意反锁了一样。一阵悸恐突然袭上心头，因为我是一个人住，家里根本不会有别人。想到这，我不禁有些头皮发麻。昏暗的走廊也感觉危机重重，我努力克制着恐惧，挪到了灯光相对明亮的电梯口，给开锁师傅拨去了电话。在快速说清楚情况后，又麻烦他在上楼的时候把保安也一并带上来。挂了电话，就是一阵焦急的等待，期间我还时不时瞄着家里的房门，生怕下一秒门会被突然的打开。不久，开锁师傅带着保安到了，门被缓慢的打开，漆黑的房间里危机四伏，我心也提到嗓子眼，生怕家里会冒出什么奇怪的东西。我躲在保安大哥身后，打开了灯，尽可能小心翼翼地探索家里可能藏人的地方，卫生间、窗帘后、床下都没有人。随后我看到了家里的衣橱，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我忐忑地准备去拉衣橱的门，门被缓缓地拉开了一条缝隙，然而下一秒，一阵很强的力道从我手上传来，门又被拉了回去。一瞬间我脑子充血，心也砰砰直跳，怕得要命，忍不住喊了出来：“有人！找到了！”只见保安大哥瞬间闪到我身前，大力地在推拉着衣柜的门。出来，赶快出来！门最终被保安大哥挣了开，里面果然藏了个人。你是谁？你在这干嘛？保安大哥训斥地问，他却一直低着头，嘴里也呜咽着什么。打电话报警！
你是来偷东西的吗？随后他就被保安大哥带走处理了。经过询问后，我才得知，因为我一直都有把备用钥匙放在门口鞋子里的习惯，这个男人在偷我鞋子的时候发现了钥匙，这才进入了房间。想到这，我真是一阵后怕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，一定要谨慎保管好家里的备用钥匙，不要让坏人有可乘之机。如果你拨通了自己的电话，听到的是陌生的声音，请千万不要回应，否则他会将你取而代之。这是一份手机的使用指南，请牢记以下内容，或许它能救你一命。一，如果你的通讯录里出现了陌生人的名单，请立即删除，这很可能是他留下来的狩猎暗号。二，千万不要安装任何不知名的应用，否则我们无法保证你的安全。三，如果你和别人通话时，声音突然变小，伴随着杂音和电流声，那是他在监听你。四，不要点任何奇怪的链接，相信我，你绝对不想看到里面的内容。五，如果有陌生的号码打进来，请不要接听，因为他很善于伪装。六，如果你的手机总是黑屏，随后又恢复正常，这很可能是他在观察你，在他眼里，你一览无余。七，如果你拨通了自己的电话，听到的是陌生的声音，请千万不要回应。八，最后一点需要提醒你，不要把手机借给陌生人，不然你的下场绝对会很惨很惨。我居然在家窗户上目睹了杀人现场。一个身穿雨衣的人左手高高举起刀，劈向倒在地上的人。凶手刚杀完人，刀还没有从尸体上拔出来，他就像是感应到了什么，宽大的帽檐下露出了一抹瘆人的微笑。我哆哆嗦嗦地拉上窗帘，试图拉开两个人的距离感，眼前的视线一下被遮挡住，脑子这时缓慢地转了过来。报警！我得报警！我差点要哭了出来，双腿发软蹲在地上，手几乎都拿不稳手机，慌忙地拨打了110。救命！杀人了！我脑子一片混乱，不知道要说什么。女士，别害怕，您的地址是哪儿？警察安慰我说：马记公寓1号楼2单元804。警察的声音让我安心一些，顺利报出了家庭住址。我又继续说：我在窗口看见对面有个人杀人了，对面应该是4单元1栋6楼，而且他看见我了，他会不会继续杀了我？我说着说着，心跳得越来越厉害。我知道我现在很恐惧，对死亡充满了深深的恐惧。好的，女士，我们马上就赶来，请你把家里面的门窗锁好，保护好自身安全，也请保持我们能顺利通话。我机械的连连答应，我踉踉跄跄的锁好了门窗，然后躲进了卧室的衣柜里。我还把灯给关了，装作家里面没有人。眼下周围一片黑暗，不过却让我安心了不少。我不停地看着时间，安静的空间里只能听到钟表时针转动的声音。短短几分钟，就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。突然间，门外响起了敲门声。女士，你在吗？我是警察。有人在大喊道：警察！太好了！我挣扎着从大衣柜里爬出来，揉了揉发麻的大腿，走到门口。我正打算开门时，敲门声再一次响起。你好，女士，把门打开一下，我是警察。只不过这个声音好像是敲的隔壁的门，我瞬间就意识到这个警察是假的。我心里一根弦被紧紧绷着，意识到那个杀人犯是来找我的。一想到这里，我忍不住的全身开始抖动。原来我这么怕死。等了一会，听见没有声音了，我扶着门一点点靠近猫眼，猛地，一颗的眼球被无限放大。我看见你了！杀人犯突然开口，我死死咬住嘴唇，不让自己叫出来。他不紧不慢地扣着房门。女士，请问你在家吗？我是警察。是你报警的吗？最后一个字，他尾音无限延长进入了我的耳里，好像是故意说给我听的。我开始不由得全身发麻，紧张的气息向我涌来，我该怎么办？指针的转动声，为什么指针的转动声这么大声？为什么我眼前漆黑的地方出现了一丝光亮？好刺眼！耳朵里响起声音：小姐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眼前是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男人，突然手上的酸痛感袭来，发现我的左手被铐在床上。你是谁？为什么铐住我？这里是哪儿？
我下意识的想要挣脱。别乱动！白大褂的身后有人在说话，这个声音好耳熟，好像是那个杀人犯的声音。我害怕的朝那个方向望去，一个身穿制服的警察缓缓走来。女士，你昨天晚上报警说目睹有人杀人，经过警方的核实，发现真正的杀人凶手就是你。我是杀人凶手？绝不可能！我在窗前清晰的看到那个人的行凶全过程，他还是个左撇子。你看到的只是窗子上自己的倒影，你用右手拿刀将对方砍死了。旁边的医生解释着，我激动的大声辩解。昨天的一幕我看得真真切切，发生在我身上的细节我也记得清清楚楚，我怎么可能变成杀人犯？警方经过核实发现你患有精神分裂症，作案期间处于发病期。一瞬间，我大脑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。你看到的只是窗子上自己的倒影，你用右手拿刀。昨晚他们按我说的出了警，发现对面我说的楼层根本没有发生凶杀案。随后警察又来到了我的家，可是我却拒绝配合警察。一番焦灼后，他们只能强行入门，而我也在这时头疼欲裂，晕了过去。被害人也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，早已经咽了气，凶器上只有我的指纹，地板上也全是我的血脚印，还搜索到了我杀人时所穿的衣服。怎么可能是这样？我几乎抓狂。那我杀了谁？这是我最不愿意面对的事情。是你老公。医生小心翼翼地看着我的脸，我再次崩溃，脑子里一团乱麻。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？现场散落着很多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，我猜测应该是你老公想让你吃药，引起了你的反感。无法想象他当时该有多绝望，他最爱的女人将他推向了地狱，